大家好，今天 Sophie 又回来了。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话题呢，是什么是脉轮？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题？因为其实我在 YouTube 上，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都是讨论第三眼的，有非常多的朋友呢都对第三眼比较感兴趣。但是实际上第三眼呢，如果你想学习怎样去打开它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那在大部分的这个加我微信的朋友的这种鼓励之下吧，他们希望我能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有规划的这样一个脉轮的课程。这样的话呢，也一是帮助打开第三眼二呢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容易走的道路。因为我们在 YouTube 上实际上是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有很多的冥想，有很多的音乐大家都可以去听。但是问题是在没有引导的一个状况下呢，很容易去走偏。那我知道走偏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罪过。我希望所有的人，如果是能够好好的去把这个系列的课程全部都学会我尽量会给大家提供最多最全面的一种学习方式，以及你可以在家里尝试的一些方法。这样的话呢，大家学习起来呢，一是比较系统化，二是比较有专业度。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脸书或者是在 YouTube 上给我留言我最近呢也要在脸书上再做一个个人主页吧，比较容易去回答大家这种集体性的问题。如果大家比较着急的话呢，就私信我，那么就可以1对1的私信的付费的服务。所以呢希望在这个课程里大家能够得到对自己有帮助的知识，然后呢让大家更快的去掌握我们怎样去调节我们身体健康，以及调节我们自己能量的一些方法。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在梵文中，可以说脉轮是最古老、最神圣的生命语言。它暗示了每个能量中心的旋转运动，同时始终与你之间收发信息。脉轮一直是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脉轮或能量中心是身体能量聚集的地方，因为它们是你身体的能量漩涡。感受到脉轮，就知道确定能量在何处，如何以及出于什么目的流动于你的身体和你的以太体之间。这些能量的流动决定着你的健康、幸福，以及你是否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相处。现在脉轮系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吠陀经，印度古代文化最古老、最神圣的文本。吠陀经是所谓的梵文知识文本，是现在阿育吠陀医学和印度教智慧。印度教徒呢认为吠陀经属于超自然创作的文本，包含意在指导神的信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呢为人们提供帮助。吠陀经呢曾经有4个版本，在梵文中 Upanishads 的字面意思是离得很近，坐得很近，指的是学生呢以及他的老师们聚拢的方式，以便获得属于神灵的信息与智慧。作为古代吠陀意志实践和技术的一部分，许多今天传承下来的瑜伽士已经使用了脉轮系统数千年了。那是因为在阿育吠陀医学中呢，疾病被视为一种能量阻塞，固定在一个或多个脉轮中。其他的治疗方式，例如中国传统的针灸，也承认能量流的阻塞是导致疾病和痛苦的根源。也许你在问自己，为什么能量会通过脉轮移动？首先呢，在瑜伽传统中生命的力量是源源不断的宇宙创造者的意识信息所设计出来的，能量一直在流动，即使物理的身体呢处于静止状态，你的能量仍会不断运动。除了身体之外，肉体之外，你还有微妙的保持较高振动状态的以太体，肉眼呢咱们一般也是看不到的。有些传统指向人体有50至108个能量中心，并且对应梵文字母，并且要求背诵梵语咒语或者是做祈祷。
据说呢，背诵108次梵文圣言可以激活人体的108个能量中心。其实这个道理呢，跟我们中医的穴位呢是非常相似的。大家都知道啊，身体健康远不只是物理的问题、肉体的问题，因此理解和感知能量的想法呢并不难。各种身体的痛苦、精神的痛苦，无非是通过中枢神经网络处理数据系统，一再告诉你系统处于脱机状态或者错误信息的状态。所以很容易看出疼痛是如何从一个脉轮开始的，从哪里开始出现在身体的什么部位。通常你的痛感会靠近脉轮能量中心，但是为了彻底了解你身体疾病的根源或者根本原因，最明智的做法是深入了解脉轮，并且开启自我感知的大门。我们在这里呢举一个例子，在你的遗传系中呢，有可能会有战争的经历，可以表现为海底轮的失衡。也许我们并不会亲身经历战争，但是呢，你可以继承战争的能量印记。也就是说，在战争的那种恐惧和不安全感中，一直呢会有这种堵塞的能量。也许因为我们之前的祖先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父辈祖父辈他们经历过战争，所以呢，他们的这种能量呢就带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呢会经常感觉有不安全感，而且呢休息不太好，或者经常的这种腰痛腿痛。我们确定好脉轮的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可以针对性的对我们的身体呢进行调整，可以制定计划来转移这些负面的能量，并且自控能量，使脉轮正常运行，并再次调整与其他脉轮中心的沟通。从这个时候开始身心灵呢都会康复，我们的生活呢就会提高质量了。积累的脉轮知识的越多，你越容易调整自己的能量，会懂得控制情绪和对外界的反应，也会开始选择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要记得，你的灵魂呢与其他灵魂的结合已经有很多的生命走过了许多的地方，以及那些之前的身体一生收集累积的智慧，就在你的精神智慧的档案和数据包中。你的每一个脉轮都包含了一个古老的钥匙，对症下药，可以解锁你生命中的任何问题的方案，应对我们该面对的挑战和困境。所以每个人呢都应该了解自己的脉轮，改善通过脉轮的能量流，这样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大的能量平衡、幸福感。你会感受到和谐、富足、爱、健康、被保护和足够的舒适。每一个脉轮之间的能量通畅呢，互相流动，和谐平衡，在测试仪器下呢会发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般的灵光。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大家对这个脉轮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可能是误解吧。其实脉轮呢，第一点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需要一个老师在无时无刻的帮助我，因为只有老师在旁边，然后我这样特别的听讲了，或者是一定要老师帮助我，给我更多的能量，我才能够达到我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和需求。实际上脉轮的练习呢是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完成的，但是呢老师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为什么我要开设这个课程，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以及更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激活每一个脉轮的状态。但是呢老师的作用并不是什么都能控制的，最重要的是要亲身体验。然后有可能呢你并不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或者是你认为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灵性，但是没有关系，这个能量的改善以及能量的感受是要由自己真正用身体去感知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只要多加练习的话，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效果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有耐心，
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希望在学习的过程中3到5天，他这个脉轮就完全激活了，就打开了，而且都平衡了。我想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肉体啊，还有我们的情绪，它实际上跟着外界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脉轮它的平衡与否，完全是需要你自己去随时去调整，随时用这种激活的方法去改善自己的情绪，改善自己的这种情绪状态以及能量状态的。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需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间段。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可以做灵媒，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是计算机的专家，或者是他天生他就是一个建房子的高手。每一个人他学习的这个速度和他自己的这个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有耐心，然后保持自己的自信心。那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他需要练习的这个时间段和他所花费的精力是不一样的，这跟我们上学学知识是一样的啊。有的人高考就是能够考的分数非常高，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拼命的努力，可能也达不到自己的效果。但是只要你努力的话，所有的人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的，这个要对自己有自信。第3点呢，是很多朋友说呢，这个脉轮是不是跟宗教有关？我是信耶稣的，或者是我是这个穆斯林，我并不相信这个脉轮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脉轮这个东西离我太遥远了，可能在以前的这种就是印度的宗教里面传承下来的东西，我觉得不符合我的宗教的这种信仰。我可以跟大家讲说，其实脉轮的东西，它在我们的一个瑜伽的练习中已经非常多的被实验到了。所以其实现在这个脉轮系统的创造呀，以及它的革新呐，它的改善呐，完全跟宗教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虽然它的起初的这个历史根源是从宗教里来的，所以无论你是任何的宗教，无论你是任何一个想法，你相信任何的一个神，或者是你自己有自己的这些对世界观的一个看法，其实你都可以试着去尝试，打开你的心扉，去了解这个脉轮的一些知识，然后你看一看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帮助没有，是不是对你身体的健康，以及你情绪的调整，以及你能量的调整，保护好自己，让自己觉得更加幸福，觉得更加健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上课的一个重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说这个脉轮呐，它是一个黑暗仪式你去什么叫这些保护神呐，你去叫这些什么东西完全都是一个魔鬼教给你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经过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的东西，如果它真的是被广大的群众都实验过，然后也知道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去谈了。因为在 YouTube 上有很多人说什么这些心灵导师或者是灵性导师是练法轮功的呀，是神棍呐，我自己也受到过这种攻击。我觉得就如果是这么想的话呢，我觉得你不如自己去亲自实验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有魔鬼在后面操控我们。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多事情要自己去亲身体会了之后才能判断，要花费太多的精力，然后还要吃素，然后每天还要做瑜伽，每天还要打坐。那我基本上不用上班，我也不用睡觉了我也不用干别的了。实际上并不是的，在前期练习脉轮这个激活的一些小的练习中我们当然是肯定要花多一点点时间，但是我建议大家的时间也不要超过30分钟每天，就可能我们可以甚至是分开就是把我们这个练习的阶段可以分成早晚，或者是中午你可以找5到10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短的激活。你在我们的这个冥想的音频中，你可以找到一个部分，觉得说对你比较有效的，可以快速激活你，让你比较有感觉的部分去练习。然后在我们的练习过程中呢，你会越来越熟悉对这种能量的迎接，以及这种能量的这种变化，你可以很敏感的去了解到。所以你平常只要你熟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对能量接收以及能量调整的一个过程之后，你过了这段时间之后
基本上这个激活的过程它是非常快的，所以也不需要你去吃素，也不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步伐去往前走嘛，因为我也不是要求说我们这个课程就是比如像9个脉轮9周必须上完，或者是9天必须上完，没有这个要求，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步伐去调整，一点一点往前练习。当然，我是希望每一个脉轮都激活，然后都比较有自控力了之后，我们再练其他的脉轮点。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就是以我的建议来看这么走。但是如果你已经巩固好了一些脉轮，或者是你自己有自己的步伐，你觉得我可以这个我比较熟悉了，我可以练习别的，那都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推进的。当然我也说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私底下跟我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想得特别的难，或者是自己永远都做不到。还有第6点就是说呢，这个脉轮的整个体系或者这种灵性教学的东西吧，大多都是反科学的。其实科学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和很多物理学家一起工作，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在治疗很多这种病患的过程中，我会碰到很多的医生，那其实比我想象的有的时候比我想象的要好，就是我认识的很多这种医生，他实际上是相信神学的。那其实牛顿、爱因斯坦也都是相信神学的呢。牛顿在自己的很多著作中也说过，那他是非常相信圣经里的故事，而且他认为耶稣是真正存在过的。那最后其实就是说，每个人当然对科学的这种想法和判断都是不同的我觉得大家就是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然后自己去尝试一下。如果你尝试完了，你觉得它非常的不适合你的话，那个时候再做判断也是不晚的。所以呢，脉轮其实跟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它主要是能够帮助大家平衡和提高自己的这个健康，还有就是调节自己的这个能量场以及情绪。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课程里面吧，可以学到自己想要的知识。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主要是要讲9个脉轮。大家基本上知道，以前我们可能提到的是7个脉轮，最主要的就是7个脉轮。那这次想要给大家多讲2个，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大家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那今天我们的第1课就讲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就点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聊了，就这样，拜拜。